灵宝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听到消息之后，也急忙赶赴潼关了解情况。潼关警方立即以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成立专案组。由于之前在灵宝作案的歹徒在蒙面之后呢，并没有任意杀死所有受害者，所以警方对这个案子是不是他们做的还有所怀疑。一些民警认为，抢劫的不见得会杀人全家，尤其没有必要杀死根本就不可能认出他们的婴儿。所以警方开始排查抗镇压的仇人，看看是不是报复杀人，同时要求灵宝警方派人来协助侦查。但就在灵宝警方派人赶赴潼关的时候，自己后院起火了，居然又是在玉灵镇坡底村，距离张千所家被抢仅仅4个月。7月23号，坡底村村民薛海亮和刘明月被杀死在家。凌晨3点的时候这薛怀亮的弟弟薛海亮前半夜在院子外边看管情话池，下半夜4点呢，他的父亲薛春法前来替班。薛春法刚走到儿子的院子外面，冷不防被人一闷棍重重打中头部，顿时是昏死过去。老人苏醒过后，发现儿子薛海亮已经死在了情话池旁边。挣扎着一进屋，看到屋子里面一片狼藉，儿媳妇刘明月也被打死在床上。老人是又惊又悲，立刻大声呼救，惊醒了睡在房屋顶平台才幸免于难的另一个儿子薛怀亮。父子俩赶紧敲开邻居的门，打电话报警。这次杀人歹徒并没有走远，村里面其他村民赶来查看，这些歹徒看很多人赶来，吓得窜入了玉米地逃走了，还留下了脚印儿。这是现场第一次留下清晰的痕迹。玉米地里面有3双鞋印，而院子里面则出现了另外2双鞋印。警方判断这个团伙应该是5到6个人，和之前判断的3到4个人不符，怀疑呢不是同一伙人作案。不过这作案方法倒是很相似。根据现场分析，歹徒事先潜伏在距离中心现场60米的苹果园的一个小房子里，制作了蒙面布，同时呢盗窃了铁锤和木棍。他们先偷袭，把院子外面的薛海亮从背后打死，随后搜出钥匙翻墙入院。开门入室之后呢，为了避免喊叫，把熟睡中的女人刘明月也打死了。然后翻箱倒柜，在粮食柜里搜出100多块现金，抢走价值4000多元的新丝，并且清理了情话池，逃出了金沙。期间，薛海亮的父亲来换班，歹徒听到开门声音就埋伏在门后，一闷棍把他打倒了。可以看到，歹徒作案手段极其高超，他们连杀2人，重伤1人，完全没有发出声音，甚至睡在房顶的薛怀亮都没听到，并且他们还掌握了土法炼金的技术，把池子里面的金沙全都捞走了。这次案件杀了2个人，又是在刚刚发生过抢劫案的玉灵镇坡底村，这让当地的警方压力极大。当地的群众都在那骂，这公安局简直是饭桶，同一个村子连续被抢劫杀人2回。时任灵宝市公安局局长尤新生紧急召开党委扩大会，经过研究，为加强防范，从市公安局抽调警力下基层，充实一线。
在全市范围内搞一次对出租房和公共场所的大清查，在玉林地区常设6个卡点，巡警和交警加强对310国道的巡逻控制，在侦查上与前期的系列案和潼关系列案实行并案侦查。但因为7月23号的案件中，歹徒被断定是6个人，可能和之前的不是一个团伙，暂时还不能确定并案侦查。就在警方部署的时候，还是在玉林镇，又出事儿了。同样是在玉林镇，8月4号上午11点，四庄村村民王铁成一家5口被杀。刚刚发生了案件，警方在玉林镇上到处巡逻设卡，而歹徒居然敢顶风作案。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外围搜索，初步结论是歹徒事先潜伏在距离王家东南方向150米的一个苹果园的小房子里面，吸烟、大小便，并且还制作了蒙面布。凌晨3点左右，一波歹徒从王家后墙西北角翻墙入院，推开没上锁的后门进到屋子里。另外一波呢，从前墙院门西侧挖洞入院，把这门拿锤子砸开之后进入屋子里，把33岁的王铁成以及妻子、2个男孩和70岁的母亲连砸带砍全部杀死，然后翻箱倒柜，具体抢走了多少物品并不清楚。这次在现场发现了多个指纹，根据镇上民警判断是歹徒留下的，这也是歹徒第1次留下指纹。短短半年之内，小小的玉林镇发生这么多的杀人案，导致地方上陷入了严重的恐慌。一时之间，玉林镇出现了2个现象。第一，防盗门极其畅销。当时是90年代，在农村，一般没人会安装防盗门，多装一个木门，上边加一个普通的锁就得了。这些凶杀案之后，由于歹徒都是砸门进屋，大家赶紧安装耐砸的防盗门。玉林全镇做防盗门生意的商家一下子从2家增到了19家。第2个现象，由于歹徒都是深夜潜入，所以当地的看家狗成了热销的商品，价格一瞬间翻了很多倍。不但镇上的狗全部脱销，连灵宝市的狗价也一路飙涨，一条普通的土狗在这儿竟然能卖到上千元。大家对灵宝警方极其不满，各种指责和流言铺天盖地而来。由于案情重大，这个案子震惊了河南省公安厅。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的王明义多次指示，要求千方百计尽快破案，为民除害。灵宝市警方经过对现场反复分析，做出一些结论。第一，案犯作案手段高超；第2，作案有一定的盲目性，可能是流窜各地的职业歹徒；第3，歹徒的档次不高，他们在现场甚至拿走不值钱的洗面奶、白酒、花生米，说明他们没什么钱。第4，歹徒在现场曾经抢劫心思的行为，尤其是723案件清理了氰化池的金沙，还曾经在受害者家的围墙上打洞，说明这些歹徒可能曾经在金矿干活，懂得一些行业知识。可遗憾的是，通过这4条线索，显然是不可能抓住歹徒的，甚至连歹徒到底在哪个区域活动也不知道。就在河南灵宝警方
大肆排查的时候，歹徒早就逃跑了。仅仅几天之后，这伙歹徒流窜到了陕西省户县。8月14号凌晨1点左右，在一场大雨中，户县天桥乡南班竹村路边诊所的许世利一家3口被杀。歹徒用钢钎、木棒击打受害人头部，之后用菜刀砍切脖颈。女主人死后呢，还被奸尸。许家的2辆自行车和1辆摩托车被抢，摩托车后来被扔在了外围现场。警方在户县侦查现场的时候，3天之后又一起大案在乾县发生。8月17号，陕西省乾县杨峪乡在路边开小商店的王凤岐家发生一起特大血案。凌晨3点，王凤岐被撞门声惊醒了，刚一下床，一个蒙面小个子歹徒扑上来，用小锤头迎面向王凤岐砸了过来。王凤岐身高1.8米几，非常强壮，反应很快，他顺手一把抓住锤头夺了下来。这个歹徒一看情况不好，扭头撒腿就跑。王凤岐拿着锤头追了出去，因为天黑，很快就失去了目标。回到家之后，他才发现2女1男3个孩子已经被歹徒杀死，夫妇俩当时就昏倒过去了。根据王凤岐回忆，小个子歹徒最多只有1.5米几，体格瘦弱。陕西警方追到乾县，可仅仅24个小时之内，歹徒又流窜到了礼泉县。8月18号凌晨，礼泉县始德镇陈迪前村路边小商店发生血案，同样是用钝器击打头部，又被菜刀猛砍脖子，女主人被奸尸。警方追到礼泉县之后，他们判断呢，这伙歹徒应该已经流窜走了，估计还会作案。果然，2天后的8月20号凌晨，陕西省高陵县鹿苑镇古城村又连发2起血案，还是钝器击打头部，锐器切脖子。其中一个铁门栓是礼泉818案件被抢走的物品。现场翻动很大，有吃喝的痕迹。之后呢，他们又逃窜至一个路边小商店，撞门入室，把61岁的刘炳乾打成重伤。女主人被惊醒之后大声呼救，惊动了路过的几个巡逻民兵，歹徒仓皇逃窜。后来根据警方的反映，7月27号凌晨和8月2号的凌晨，在陕西境内还发生了2起血案，作案手段和以上案件基本相似。这一系列的血案震惊了关中地区，歹徒手段凶残，而且作案肆无忌惮，根本没把警方放在眼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陕西省的相关领导亲自组织和调集了大批刑警、侦缉人员和数百名武警，对关中地区进行大面积的搜捕和排查。可是到目前为止，陕西和河南警方并没有协同，而是在各自的辖区侦查，这就为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多局限性。当然在这儿呢，也跟大伙解释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啊，那时候确实跨地域，尤其是这种跨省联合办案的形式非常少，所以呢，陕西和河南警方彼此信息沟通不通畅，这也是有情可原的。现在案件主要的难题是什么呢？歹徒虽然在现场留下了脚印、指纹和精液等物证，却始终没人见过他们的相貌，并且据说这口音一会儿陕西话一会儿四川话，
根本没法确定他们身份。后来，陕西省的公安厅2位刑侦专家郑德才和韩军良经过仔细勘察，发现了几个奇怪的地方和失误的地方。首先，所谓的指纹被证明是错的。由于乡镇公安员素质较低，没有科学获取证据的意识，这次得到的指纹居然是受害者的指纹，而这个指纹还被放入协查通告，发送全国，造成极大的误导。其次，之前对人数判断可能有错。现场经常有多种足印，仔细研究发现这并不是团伙有6个人，而是歹徒狡猾地换了鞋子。根据现场足迹判断，至少其中2个歹徒曾经在现场临时换鞋，做出还有另外2个歹徒的假象，误导警方。另外，其中的小个子和一个大个子也非常狡诈，他们多次穿不合脚的鞋子，留下各种错误脚印，误导警方。这2名专家认为，这个团伙不是之前判断的6个人，而应该只有3个人。再次，这伙人到底是四川人、陕西人还是河南人呢？其他几个人基本没说过话，只有为首的小个子开过口，只能通过他的口音判断。而小个子说过相当标准的四川话、陕西话、河南话，甚至还说过湖北话。现在判断这是伪装，为了不暴露自己，他们在河南说陕西话或湖北话，在陕西说四川话或河南话，主要是让警方判断他们是外来的流窜团伙，从而放松警惕。那么这些团伙就很有可能是在案发地长期居住的。最后，这个团伙非常狡诈，他们所有凶器和作案工具都是就地取材，这让警方没法追查。同时呢，他们还会故意做出一些事情，比如杀人全家，误导警方是寻仇案件，增加侦破的难度。截至目前，2位专家认为，歹徒作案手段高明，现在基本没有线索，很难破案。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2位刑侦专家终于有所突破。好在有2位著名的刑侦专家郑德才和韩军良有所突破。在之前一个案件现场主人在歹徒逼迫下交代钱藏在一个大碗橱上的夹缝里，大个子歹徒随后就把钱给取走了，小个子歹徒怕大个子没拿干净，又亲自去检查了一遍。根据受害者这个回忆，刑侦专家郑德才、韩军良去检查了这个碗橱，发现上边有2个清晰的手套印儿。根据估算这是小个子撑着碗橱跳起来看的时候留下的。有意思的是这个碗橱仅仅只有1.6米，1.6米的碗橱他还得撑着跳起来看，那么这就代表着小个子的身高不到1.6米。但是这一点还不足以破案。刑侦专家郑德才、韩军良回去以后，根据手印的受力轻重，制作了10多个模拟假人反复试验，最终他们确定小个子的身高是1.58米，正负相差2毫米。在其他线索都不存在的情况之下，排查身高1.58米的小个子歹徒也成为一个方向。为此警方连续抓获了多个小个子案犯，包括另外一个抢劫团伙的小个子主犯。
可遗憾的是，这几个小个子都不是这系列案件的歹徒，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河南、陕西两地在短短半年之内发生了这么多连续抢劫杀人案，甚至是杀人满门，导致了地方严重的恐慌。